乔涵眸子闪烁，问他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大嫂姐妹俩跟凤晴长得很像，你大嫂还有失散的姐妹？我可以肯定，我大嫂只有海玲一个姐姐，她没有亲妹妹，堂妹倒是有，但她的堂妹呢，跟海玲姐不像。战浩宇说道：我就是觉得太奇怪了，不认识的人怎么会长得那么像的？所以我想向乔总打听一下，凤家是否有孩子流落在外的，不是最近，而是几十年前。我大嫂姐妹俩不可能是凤家流落在外的孩子。海家的事情我很清楚，但是我大嫂的王母却是孤儿，好像是几岁才送到孤儿院去的，后来被人领养了，只是她运气不好，在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，就把她送给别人养了，别人再送给其他人，转手好几次，导致商太太寻找妹妹都费了很大的劲，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直到见到洋洋，才找到了我大嫂姐妹俩。洋洋是我大嫂的外甥，跟海玲姐长得很像的。乔涵问他：你是怀疑你大嫂的母亲是凤家，凤家上一任家主，就是现任家主的长姐，倒是有2个女儿，几十年前失了踪。战浩宇一听就知道有故事，连忙问乔涵。乔涵也没有瞒下，把他知道的凤家家史都告诉了战浩宇。战浩宇听完后，当即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母亲。等母亲接听电话后，他问母亲：妈，商太太姓什么的？商太太姓什么？你忽然问这个问题干嘛呀？这她姓什么与你何干呀？你在江城好好的给我追妻，别给我整些有的没的。妈，我在追妻呢，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不好追啊。乔涵在对面听着，整个人无语至极。战浩宇的亲妈是知道战浩宇在江城干了什么事的，竟然默许，甚至还催着战浩宇要好好的追妻。妈，你先告诉我商太太姓什么吧。商太太姓凤，单名莹，很少人问她姓什么的了。你忽然问她姓是做什么？战三太太狐疑啊，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这样问。没事了，妈，你忙吧，我先挂电话。你先别挂电话，妈跟你说哈，你大伯娘和二伯娘都有了儿媳妇，就我还没有，你给我争气点，早点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。你说你和老二是一起收到你奶奶给的相片，人家老二都订婚了，你呢还在原地踏步，自家儿子能说会道，却不如战一晨。那人家战一晨都订婚了，他家儿子还没有点进展啊。战三太太提醒自家长子浩宇，你奶奶给你的时间也就还有几个月而已，你再不努力点，过年你都别回来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别再催了，我心里有数的。他不是一块马加鞭追赶二哥了吗？大哥是追不上的了，只能追二哥的脚步，说不定呢还能抢在二哥之前先办婚礼呢。乔涵很想抢过战浩宇的手机，向战三太太告状的听着母子俩的对话，他最终忍着，甚至一声都不吭。很快战浩宇就结束了通话，随手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，对乔涵说道：我都不敢联系我妈，每次联系了，我妈都是催婚，催得我头都要大了。乔涵，羡慕你啊，你爸妈都不着急你的婚事，也不催你。乔涵抿嘴，他爸妈不是不催，是催不动。他女扮男装，父母自是想他和男人相亲，但他若去相亲，估计会吓坏相亲男。那追求他的人很多，都是女孩子，他想娶也娶不了，那父母是无可奈何，只能催弟弟了。但是乔轩是不把父母的催婚放在心上的，每次被催婚，乔轩都是左边耳入，右边耳出，只要了出家门，他转身就忘记父母说过的话。父母呢，依旧是无可奈何。商太太姓凤，我大哥的丈母娘是商太太的妹妹，那自然也是姓凤的。凤晴和海玲姐那么像，我想商太太极有可能是现任凤家主的外甥女，不过呢，年龄好像对不上啊。乔涵问道：商太太今年多少岁？凤家主今年70，
他在18岁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外甥女出生，那么他的第一个外甥女今年应该是52岁。战浩宇说道。商太太实际上多少岁？我不清楚，她和我爸妈是差不多年纪的人吧。她长子都30出头了，我估计她应该将近60岁吧，因为她是在商市上班，才得到她丈夫和公公的欣赏，从而嫁入商家豪门的。但是凤姓很少见，商太太姐妹俩又恰好姓凤，也是父母双亡，家人皆没，才进了孤儿院的。不过商太太很厉害，比她妹妹厉害多了。虽说她妹妹已亡10几年，从我大嫂对王母的回忆中，可以分析出她的母亲是个善良的人，没有商太太那种强势。商太太年轻的时候陪伴着丈夫闯荡商界，在商氏集团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哪怕她现在退休了，公司大权全都交给了她的长子，她余威犹在，公司元老们看到她依旧是恭恭敬敬的。我也常听我奶奶说起商太太年轻时的事。我奶奶说她很欣赏商太太那样的女孩子，本想拐回家给她老人家当儿媳妇的，结果被商家捷足先登了，我奶奶只得作罢。乔涵说道，凤家的长女一向都很厉害的。战浩宇本能地说了句，上一任凤家主那么厉害，怎么还是死在了妹妹的手里，连他夫家的人都没有保住，2个幼小的女儿更是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乔涵一噎，半晌他只得说了句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上一任的凤家主可能是不小心着了妹妹的道吧。那再厉害的人啊，都有弱点，有失手的时候。那现任凤家主呢，又足够狠，不顾亲情，他是把长姐和妹妹都害了，才稳坐凤家主之位几十年。但凡知道凤家家史的人，都说凤晴出生后就被管家调换，是凤家主遭到的报应，替别人养女儿，自己的亲生女儿却吃苦受穷，过得惨兮兮的。凤氏家族有人看不惯凤家主偏疼着养女，又看不起凤晴这个真千金，已经悄悄地到处寻找打听上任家主2个女儿的下落。乔涵问着战浩宇，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凤氏家族的人吗？战浩宇想了想后说道，可以，不过你要小心点，借助别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凤氏家族的人，不要亲自去说，免得被卷入凤氏家族的纷争。凤家主年纪是大了点儿，但她身体还很好，而且这个女人从年轻时就心狠手辣，不好惹。她又打趣她2句，凤家的真假千金都喜欢你呢。乔涵，凤晴只是欣赏我，我跟她明说了，我与她不会有结果，那她就很干脆利落地放下了。至于那个曾经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是凤家将来的家主的凤若，乔涵以前就不喜欢她，现在更加不会喜欢她。别说她是个女人，就算她是个男人，他也不会选择凤若。乔涵，这件事要不你别插手，我安排人去传话。战浩宇呢，不想自己未过门的娇妻被卷入凤氏家族的争斗。乔涵看了他几眼后说道，不过是传话而已，谁做都可以。战浩宇就便不说话了，知道他不是那种害怕惹事的人。2个人聊了这么长时间，已经到下班时间了，不管乔涵有多不喜，战浩宇就愣是赖着他，非要请他吃饭。中午没有饭局，乔涵没办法，也就半推半就的让战浩宇请他吃了一顿饭。不过呢，饭后啊，他是坚决不让战浩宇再进公司，免得影响他办公。战浩宇又一次被挡在乔氏集团门口。乔涵进公司之前还警告他，你再用高音喇叭喊话，制造噪音，我就报警处理，你制造1次，我报1次警。战浩宇笑眯眯的道，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就听你的。我们家的男人都这样，喜欢听另一半的话。他真的很想揍他一顿呀，太不要脸了，他都没有接受他的追求啊。他竟然把他当成了另一半，那他是真的不怕他奶奶知道他追求他会骂他吗？乔涵回到办公室后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海彤。
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啊，那想知道她的联系方式，对乔涵来说并不难。海童很快接听了他的来电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海童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号码是乔涵的。请问是海童小姐吗？我是江城乔氏集团的总裁乔涵，冒昧打扰了。哦，原来是乔涵。海童颇为意外，猜测着乔涵联系他的原因，嘴上却带上了笑意，客气地问着：乔总有事吗？确实有事，听说大少奶奶陪着老夫人在外面旅游，方便让我和老夫人通通电话吗？海童应着可以，乔总稍等。乔涵嗯了一声，就便听到海童在那边叫喊着奶奶。很快呢，他就听到了战老夫人的声音：老夫人，我是乔涵。两人见过数次面，乔涵和老太太说话的时候，那语气都自然轻快很多。乔涵呀，怎么啦？哎，是不是我家浩宇欺负你了？那个臭小子，等我回去就替你揍他。我的拐杖早就痒痒的了，想找个揍揍，那几个臭小子都小心得很，不肯撞上我的拐杖。老夫人，您都知道我和战浩宇的事。知道呀，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，虽说发生在你们江城市，只要上了网，我在 A 市也能看到的。乔涵忽然觉得自己打这一通电话告状，那注定又是失败的。战老夫人知道，战浩宇的亲妈也知道，可是在战家有定海神针之称的老太太都没有什么反应，更没有管着战浩宇，他还告什么状？告了也没用，结果估计和战印说的那样，只要战浩宇开心，他们就不会管战浩宇在追求谁。老夫人，我是个男人。乔涵低沉地道，我不喜欢同性的。战浩宇费心思在我身上，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倒是觉得他这样对我，是不想娶您给他选定的妻子人选。老夫人给孙子们选定了妻子之事，我们都听说过的。老太太笑道，浩宇没跟你说清楚吗？那个臭小子都对乔涵展开追求了，竟然也不告诉乔涵，他的妻子人选就是乔涵。乔涵听出了重点，他低沉的道，战浩宇并没有跟我说清楚。老夫人，战浩宇追求我是不是另有隐情？乔涵，你去问浩宇吧，这是你们俩的事，我老了，老眼昏花，耳朵也不好使，连走路都要拄着拐杖，实在没有精力管你们年轻人的事。老太太说完，颇为心虚的把手机塞回给海童，小声的对海童说道，童童，那是你妯娌，你摆平他。海童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对乔涵说道，乔总，没其他事，我先挂电话了，我带着孩子们在外面玩，打扰大少奶奶了。乔涵识趣的主动结束通话，心里明白战浩宇那里有隐情，就算他问下去，也不会有人告诉他的。他想知道原因，那只能去问战浩宇。乔涵放下手机，想了良久，就最终忍住了，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问战浩宇。他既然没有告诉他，那就是不想告诉他。他问他也没有用，那个男人舌头是长，但是他不想说的是，你想撬开他的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战浩宇不知道乔涵又打电话告他的状了。他对乔涵的追求是真的让乔涵又气又无奈。从乔氏集团离开后，战浩宇先是打电话安排人，把管成商家太太姓凤这件事传给凤氏家族的某些人知道，然后他备上了厚礼，直奔乔家而去。乔董夫妻俩原先是很喜欢他的，战浩宇感受得到，是乔涵说他奶奶给他选了未婚妻，乔董夫妻俩对他才冷淡了很多。聪明人自然能想明白各种原因了。那战浩宇就决定走岳父母的路线，讨好乔董夫妻俩。那由未来的老丈人在乔涵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。那这边他继续热烈的追求乔涵，那边又走岳父母路线，双管齐下，就不信追不到老婆。战浩宇开着车直接去了乔家。
乔董刚想出门的，他在家里无聊，想出去找朋友聊聊天。乔太太早就约了朋友出去玩了，看到战浩宇来了，乔董有伴儿，掉头就把车开回了大宅里，对战浩宇说道：“浩宇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去钓鱼。”战浩宇边下车边笑道：“好。”乔董看到他买了那么多东西过来，说他：“浩宇，以后过来，可不许再买这么多的东西。我们家什么都不缺，真要说缺，倒也缺2个人，我2个孩子还单着呢。”战浩宇嘻嘻地笑道：“只要乔叔和阿姨不嫌弃，我可以补其中一个缺，你能补吗？那你家里人同意？我的事情我做主。”乔总放心了，夫妻俩本就看中战浩宇，想战浩宇给他们当女婿，是女儿说了战浩宇有妻子人选的了，夫妻俩才淡了那份心。没想到战浩宇突然就对女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天天送花送礼物，好吧，也才2天，但在乔家人的眼里，战浩宇追求乔涵的2天时间，给他们一种已经2年的感觉。乔叔阿姨不在家，乔总是自己出门的，战浩宇才会这样问。未来的岳父母感情也是极好的，单独一个人出门，另一个人肯定不在家。你阿姨有个朋友今天生日，请她过去吃饭聚会，都是女人，我就没跟着去，她也不想我跟着去，说是她年轻时的姐妹淘聚会，聊的话题会多一些。乔总从战浩宇的手里接过那些礼品，再一次念叨战浩宇破费了，千叮万嘱，下次不能再买这么多东西过来，否则就不让他进门了。2个人一起进屋的，乔总就挨着战浩宇小声说道：“浩宇，我怀疑你阿姨和朋友聚会是说我们这些当丈夫的坏话，所以个个都不用丈夫陪同。以往他们那些女人呀，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丈夫的陪伴，工作忙的几天不回家，就会怀疑我们在外面养小3小4的，恨不得变成小挂件挂在我们这些丈夫的身上。今天反常，肯定是要说我们的坏话。”战浩宇笑道：“乔叔对阿姨那么好，没有做过对不起阿姨的事，阿姨不会说你的坏话，准是在别人面前夸赞你。想想夫妻几十载，又有一双懂事有能力的儿女。”乔总嘿嘿的笑：“那是我想多了呀，他老婆不会说他的坏话的。”2人进了屋，乔总问战浩宇：“要喝水吗？”“不用，我不渴。”乔叔要去钓鱼，咱们早点去，看看能不能钓到几条大鱼回来做红烧鱼。乔总就喜欢战浩宇这种不把他当外人。他放下了东西后，又去拿来了钓鱼工具，递给战浩宇：“我的在我车上了，这是给你的。我就在附近的一条小溪边钓鱼，那条小溪的水特别清澈，有很多鱼，不过鱼都不大，怕是做不成红烧鱼，烤鱼还差不多，那就烤鱼，我烧烤本事很好的。”2个人边往屋外走去，战浩宇边自夸着：“乔叔，今晚我下厨给你烧几道拿手好菜，叫上乔涵姐弟俩回来吃饭，是时候展现他战3少爷的厨艺了。负责着餐饮业的他，厨艺是兄弟之中最好的那个。”乔总停下来啊，就偏头看着战浩宇，战浩宇也跟着停下，与乔总对视着。片刻，乔总飞快地左看看右看看，确定没有第3个人在，他好奇地小声问道：“浩宇，你刚才说姐弟俩，你说我家阿涵是女人？”战浩宇反问：“难道不是？”他说也不行，说不是也不行，干脆不说话，却不知道他不说话就等于默认，让战浩宇进一步印证了乔涵是女人的身份。“你不是同性恋？”乔总故意问道。战浩宇就笑笑：“如果乔涵是真的男人，那我就是同性恋。我是不是同性恋都是跟着乔涵转变的。”他很想问战浩宇是怎么知道长子是女人的，又觉得问了就等于承认了女儿的身份。让女儿知道了，就又得跟他生气了。你们年轻人的事，你们自己处理，
我们当长辈的不插手。乔总只能这样掩饰一下。战浩宇笑道，乔叔和阿姨都跟我爸妈一样，是很开明的家长，改天有空，请乔叔和阿姨去游游山庄，我爸妈肯定能跟你们处成好朋友。乔总也笑，两个人继续往外走。苏总的婚礼后，是很久没有见过你爸妈了，改天我们过去拜访拜访。末了，乔总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，浩宇，你追求我家阿涵，我和你阿姨都不插手，也没有意见，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。但是你奶奶不是给你安排了一个妻子人选吗？你确定你能摆平你奶奶？战老夫人在战家的地位那是至高无上的，连战印这个当家人在奶奶面前都无法随心所欲，否则他也不会在奶奶的软硬兼施下娶了海童。如今小夫妻俩感情好了，那战印才觉得奶奶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那若是夫妻俩一直都相敬如宾，难保这战印不会怨怪奶奶。战浩宇肯定的道，乔叔放心吧，我敢追求乔涵，就保证不会负他。我们战家的儿郎也不会玩弄别人的感情。他始终没有告诉乔董，他奶奶给他挑的妻子人选就是乔涵。就这件事，他想亲自对乔涵说，哇，保证能收获一波震惊。现在估计乔涵想破天都想不明白，他是怎么知道她是女人的吧。战浩宇腹黑，从乔董这里证实乔涵千真万确是个女人，但他也很好奇奶奶是怎么找到破绽的。如果不是二哥和大嫂都建议他直接追求乔涵，他压根儿不敢相信乔涵是个女人，因为他找不到半点破绽。他不过是相信自己的奶奶不会坑他而已，心里都打鼓过，生怕奶奶那里出了差池，就害得他真的追求一个男人。好在事实证明奶奶还是疼爱他们的，在婚姻大事上不可能坑他。我放心，你们战家的家风是出了名的好，除了 A 市的君家，找不到第三家像你们家那么好家风的大家族了。乔董夫妻俩感情好，但不代表乔氏家族的人都好。反正吧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呀。君家与我们战家来往也密切，我大嫂和君家大少奶奶是好友，君五少追求的又是我大嫂的亲表姐，两家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乔董倒是不知道这些，听战浩宇这样说，他越发坚定地支持战浩宇追他的女儿。只要与战家成了姻亲，能带给双方很多好处。乔董带着战浩宇去钓鱼，两人一钓便是一个下午。傍晚时分，两个人拎着2只水桶回家。乔董的水桶里只有10几条小鱼，战浩宇的桶里却有几十条小鱼。浩宇，你真会钓鱼啊，都是钓鱼的，一样的鱼竿，一样的鱼饵，怎么鱼儿老是往你那边跑去，老是上你的钩？我今天是我喜欢钓鱼以来钓的最少的一次了。乔董呢，是边走边夸赞着战浩宇会钓鱼。战浩宇笑道，乔叔，我那是运气好，可能是那些鱼儿看我长得好看吧，就跑来吃我的鱼饵了。乔董哈哈的笑，对对对，就是你年轻帅气，连鱼儿都被你迷住了。浩宇，你还会什么？我觉得乔叔应该问我还有什么是不会的。我们家兄弟都是多才多艺的，我奶奶说的技多也不压身，我们想学的都让学，不想学的也要学。可以说琴棋诗画我们都会，精不精通就另说了。乔董说道，你奶奶是出了名的会培养孩子，你父辈以及你们这一辈都是你奶奶培养出来的，那个个都那么优秀。乔叔夸奖了，乔叔和阿姨也很会培养孩子呀。乔涵和乔轩也特别的优秀，我想江城的老人家就没有不羡慕你的。战浩宇的夸赞夸得乔董笑得嘴巴都拢不住。哇，他问战浩宇，这些小鱼你打算都烤了吃？那我叫管家多备点食材，今晚我们就吃烧烤好了。我打电话叫乔涵和乔轩回来，还有你阿姨，人多热闹。乔董说着就打电话给乔涵。乔涵刚准备下班，接到父亲的来电，他在电话里低沉地问爸，有事吗？
有事就不能打电话给你。你下班了吧？晚上有应酬吗？有的话都推了。叫上你弟回家吃饭，吃烧烤，人多吃着才香。乔涵答道：爸，我要有应酬，不能回去陪你吃饭。你要是觉得人数太少，你打电话给我的表兄妹们，保证家里热热闹闹的。他有10几个表兄弟妹。乔董说道：那又太吵了，应酬的事推了，要不安排别人去，你给我回来。天天都顾着上班的，也不知道陪陪你爸妈。我们年纪渐大，儿女总是不回家，会觉得孤独寂寞的。对了，浩宇在，下午我和浩宇去钓鱼，我们钓了很多鱼，浩宇说要烧鱼吃。我想着单单吃烤鱼太单调了，就让厨房里多准备点食材，今晚吃烧烤了。阿涵，你不知道浩宇多有本事，他太会钓鱼了，钓了小半桶的鱼。你快回来，等会儿尝尝浩宇的烤鱼，他说他厨艺了得的。闻言，乔涵一脸黑，他低冷地问爸，他什么时候过去的？他败坏了你儿子的名声，你居然还和他去钓鱼，怎么不拿扫把将他打出去？哦，怪不得他一个下午都没有再来打扰他，原来是跑去陪他爸钓鱼了。他父母本来就对他很有好感，想撮合他们俩，他一番自救后，父母才淡了点。但是现在战浩宇在追求他，父母估计捂着嘴偷笑了，都说了他下午过来陪爸去钓鱼的。他怎么败坏你名声了？他只是喜欢你，大胆的向你展开追求而已。阿涵呀，爸也不怕你生气，爸跟你说实话，爸是很欣赏浩宇的，你给浩宇一个机会，好好的相处相处，时间长了，你就会发现浩宇的优点，他真的是浑身都是优点。赶紧的回来，记得叫上乔轩哈。你要是不回来，爸和浩宇多喝2杯，喝醉了胡说八道就不好了。乔董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乔涵被父亲最后那句话气得想摔手机，他爸竟然想出卖他，就那么想把他嫁出去吗？乔涵气归气，还是打电话给弟弟，通知弟弟一起回家吃饭。爸怎么叫我们回去吃饭呀？家里要办喜事吗？乔轩问道。他姐弟俩平时都是住在各自名下的别墅里，就只有节假日才会回家陪父母吃顿饭。战浩宇下午去了我们家，他还陪爸去钓了1个下午的鱼，说是钓了半桶的鱼。战浩宇要烤鱼吃，爸叫我们去尝尝战浩宇的厨艺。乔涵这几句话说的怨气满满的，战浩宇那张嘴巴就最会讨好人了，他爸在战浩宇面前撑不过3秒钟就会沦陷，还真有可能把他的事情都抖出去。母亲也是。乔轩笑道，战浩宇还真有本事，哄得爸开开心心的。哥，既然爸叫我们回去吃饭，那就回去吧，我也好久没有陪着爸喝2杯了，今晚就和爸干上2杯。乔涵无奈的道，我今晚要应酬的，爸非要我回去。乔轩颇有点幸灾乐祸的道，对于爸妈来说，生意上的事都是小事，你的人生大事才是大事，把我推销出去后你也跑不了，少在这里幸灾乐祸的。哎，我只比你大了10分钟而已。乔轩哥，那你还是拖久一点，不要太快接受战浩宇的追求，让我多晚2年。我计划是30岁结婚的，现在他才28岁，还可以玩上2年。乔涵默默地挂断了电话，他的人生大事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的。那战浩宇的出现呢，打扰了他平静的生活。那在父亲的要求下，乔涵只得回乔家老宅。那正好可以问问战浩宇，那他追求他到底有什么隐情啊？乔涵在办公室里静坐了2分钟，才起身走出了办公室，吩咐还在等着他的秘书董事长临时有事，叫我回家一趟，帮我取消今晚所有的行程哈。好，秘书不敢多问董事长有什么事，乔总都取消今晚所有的行程，也要回家去，说明是大事。10分钟后，乔涵走出了办公大厦，他的保镖团在门口等着他。
看到他出来，保镖团恭敬地叫了一声大少爷后，就跟在他的身后朝停车场走去。谁知道在公司门口遭到了凤若的拦截。司机停了车，凤若走到乔涵的车窗前，敲着车窗。乔涵没有按下车窗，却是吩咐着司机开车吧。司机赶紧开车。凤若想重新挡住乔涵的去路都来不及了。乔少，凤若追着跑了几步，知道追不上，不得已停下来。凤若站在乔氏集团门口，看着远去的那几辆车，气得直跺脚。乔涵这个男人太难追了。他看到战浩宇厚着脸皮公开追求乔涵，那凤若跟着战浩宇学习，也开始正式的追求乔涵。那以往呢，他是喜欢乔涵，却不太敢追求，因为凤家的规矩，家主只能招婿上门。乔涵是乔氏集团的当家人，那么优秀，除非乔涵深爱他，否则乔涵都不会给凤家当上门女婿。就清楚这一点呢，凤若就没有其他爱慕者那样热烈的追求乔涵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已经不是凤家的接班人，养母再疼他，都无法违反凤家100年以来的家规。原本属于他的一切都要被凤晴抢去，这凤若是不甘心的。卸下接班人的身份，唯一得到的好处，就是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他喜欢的男人。没想到乔涵愿意与战浩宇纠缠，也不想搭理他，这让凤若特别的生气，就觉得自己还不如战浩宇这个男人。难道乔涵和战浩宇一样是个同性恋？站了几分钟，凤若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回家去。他的车子刚驶进凤家的大别墅，凤晴也开着他那辆新买的豪车回来了。凤晴新买的豪车也是迈巴赫，就凤若觉得凤晴是想和乔涵开一样的车。哇，战浩宇的车子也是迈巴赫。凤若以往开的是保时捷，自从她从接班人成为凤家的二小姐后，她的车价也降了层次，不再是100万名车了，而是那些几十万一辆的普通车辆，或者是名车的低档次车辆。她以往开的那辆保时捷被凤晴要了去，但凤晴并不开那辆保时捷，而是转手卖掉了。可把凤若气得半死，她都不知道凤晴是怎么哄的。母亲把她的保时捷给了凤晴的，凤晴要过去又不开，反而转手当二手车卖掉。新车买回来要不少钱啊，但当二手车卖出去却卖不到多少钱。凤晴堂堂凤家的真千金，未来的接班人，居然要把豪车转卖赚那点钱，太小家子气啊！那凤若气死的同时，又把凤晴把她的豪车变卖换钱的实散播出去，想让大家笑话凤晴的小家子气。像是8辈子没有见过钱似的，那点钱都要赚。凤晴始终是农村长大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那卖辆二手车拿到的钱呢，大概就是凤晴见过最多的钱了。凤若是这样对朋友说，讽刺凤晴没有见过世面的。那在凤家，每个人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有限的。凤晴回归后，凤家长辈一致地认为凤晴在外面受了20几年的委屈，要好好的补偿她，所以给她的零花钱是每个月10万。除了长辈的零花钱，凤晴在同辈中的零花钱是最多的了。一个月10万元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需要干上1年多才能赚到这个钱，但对于豪门来说，10万元还买不到一只贵一点的爱马仕包包呢。所以凤若说凤晴穷到要将她的保时捷变卖，那不曾想凤若把这件事散播出去，收到的结果不是她想象中那样。大家都说凤晴干得好，一个西北货凭什么开着100万豪车，就是要收回来卖掉变现，也不给凤若使用。那件事后，凤若和凤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此刻呢，看到凤晴一身女士西装从迈巴赫下来，凤若忍不住问道：大姐今天去哪里了？穿得这么正式。上班呀，你不知道我天天都要上班的吗？你以前不也这样子啊？凤晴一句话就堵得凤若哑口无言，又嫉恨不已。是的，
以前他也和凤晴一样，就天天都要上班，跟着母亲学着打理凤氏家族的生意，每天都要见客户、谈生意、应酬，忙得团团转。虽说忙，却也能享受到接班人的权利。族里的年轻一辈，哪怕是养母的3个儿子，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。可以说，母亲是皇上，他凤若就是太子了。但凤晴一回来，他就失去了属于他的一切。凤若还是经常能回公司，但明面上他不能再管公司的事，甚至连个虚职都不允许拥有。母亲想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不高但薪水不错的职位，被凤晴说了句：“妈，公司不能养闲人。”凤若若是创造不出高于他薪水10倍以上的利润，就不能要他。不仅凤晴反对，就连族里的人也反对。大家都觉得凤晴才是凤家的真千金，以后由凤晴接任家主之位，凤氏家族的所有生意都需要交给凤晴。不能再让凤若插手。那最后呢，他就成了现在这样子，每天都无所事事的。还好他名下有几套房子，是他以前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下来的，租出去后每个月能有个几万块钱的租金。那他现在想哄母亲给他买几间商铺，商铺不论是自己经营还是租出去，收入都比房子收租高。凤若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多要点房子店铺，以后靠收租过日子。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去乔氏集团找乔少了。凤晴瞟了凤若2眼后，问了凤若一句，也不等凤若回话，他淡冷的道：“乔少可不是你能拿下来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死了那条心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运气好，能得到乔少的青彩，你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也能水涨船高的。”说完后，凤晴撇下凤若，高昂着头，大步流星地朝主屋走去。凤若冲着他的背影叫喊着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爸妈哥哥心里最爱的女儿。凤晴，你是比不过我的。父母兄嫂对他是比凤晴好很多，那也就是佣人以及族里的人才会更尊重凤晴。那些都是下贱的人，不必理睬。再说了，母亲那么疼爱自己，凤家的家主之位最后落在谁头上还是个未知数呢。别以为他很少回公司就没有追随者了，那他在公司里也有不少的人脉势力的，安排了不少眼线帮他盯着凤晴，时刻准备抓着凤晴的错处，狠狠地打击凤晴的。那公司里的事，明面上他是不管了，但背地里呢，很多事都还有他插手的影子。因为父亲和兄嫂还会把公司的事告诉他，他就会提些主意，借着他们的嘴说出去，左右凤晴的决定。凤晴在公司里还没有站稳脚的，也软弱可欺，做什么决定都是用着软言软语去哄着大家答应，没有一点魄力。